他只是不小心踩到了锤子，却惊恐地发现锤子滑落而下，正好砸断了广告牌。路过的男人就这样惨遭爆头。比这更诡异的事情也同时发生，这边的流浪汉正拖动着井盖赶路，却不巧碰到了挡住车轮的石头，油罐车顺着斜坡溜车，径直撞上了美国大使馆的公车，这导致油罐破裂，大量的汽油对着公车的窗户倾泻而下。而这时流浪汉恰巧丢掉手中的烟头。看似巧合的事故，其实都是恶魔一手策划的。这一切还要从这个叫卡姆的小男孩说起。卡姆自出生起从未生过病，可这并没有为他带来福气，反而使他被别的孩子视为了怪胎。没有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同他玩，甚至连动物都会对他避而远之。因为在他出生的同时，一颗陨石也撞上了地球，而圣经上对于这次撞击也有预言，这颗陨石象征着邪恶，也就意味着恶魔降临世间，人们将面临一场空前的灾难。与此同时，外交部官员强哥的儿子刚出生就夭折了，并且他的妻子由于难产子宫受损，今后或许再也无法怀孕。紧接着神父将强哥带到另一间产恰好被记录生日派对的记者拍到，可等记者冲洗出照片时，发现神父的身边竟有一束诡异的白光。他急忙翻阅别的照片，然而每张神父的照片上都有一束白光。此时强哥的心情无比烦闷，神父的话时不时便在他脑海中环绕。而保姆遇难意味着近日将没人照顾他们的起居。此时一名叫丽娜的女人毛遂自荐，夫妻俩自然接受了她的求职。之后夫妻二人带着孩子前往教堂祷告，可就在接近教堂时，卡姆突然发疯似的撕扯起母亲。心有余悸的强哥立刻叫司机原路返回，这才安抚住了狂躁不安的儿子。想到儿子至今从未生过病，妻子也开始起疑心。强哥担心狸猫换太子的事情败露，只能安慰妻子是他想多了。深夜，强哥去看望熟睡中的卡姆时，突然发现一条大黑狗出现在身后，并充满敌意地盯着自己。好在保姆及时赶来呵斥住了黑狗。保姆解释说，这条黑狗是他带卡姆出去玩时遇到的，因为卡姆非常喜欢，便将他领回了家。次日，神父再次找上强哥，并约定在教堂附近的桥边相见。说罢，神父便转身胎儿自然是保不住了，可强哥依旧不肯相信神父的话。这时那名记者突然找上他，并向他透露了自己的发现。生日派对上保姆的脖子上有一道光圈，随后他就跳楼自杀了。而神父的照片中也有同样的现象，如今他也已经嘎了。记者猜测照片中的光线就是死亡的预兆。随后二人开始深入调查，他们来到神父的家中，发现墙壁上贴满了圣经的纸张，似乎是为了抵挡恶魔的攻击。他们翻看神父的日记时，发现上面记载着卡姆出生的日期，以及同日在东欧降落的陨石，竟然连强哥一家人的行程也被记录得丝毫不差。这时记者递给强哥一张照片，
为了揭开这一切的真相，两人决定去寻找当年劝强哥领养卡姆的神父。他们来到那家产科医院，可这里早已物是人非。原来6年前卡姆出生后不久，医院便遭遇了一场火灾。随后二人注意到一名修女，从修女口中他们得知了当年那名神父的下落。两人立即踏上了行程，经过一番奔波，终于在一个小岛上找到了那名神父。可当神父摘下披风时，却差点吓坏二人。当年的那场大Son. Not your son. He's a beast. A beast. He's evil incarnate. Now don't you forget that. 强哥还是不忍心对自己抚养长大的孩子下手。神父为了打消他的顾虑，告诉他，卡姆的身上有数字6组成的胎记，就隐藏在头发下面，那是恶魔之子的印记。可强哥还是没办法接受，迅速逃离了这里。无奈之下，记者只好收起刀具跟上强哥。他说破了嘴皮，强哥依旧不为所动。You have any idea what you're saying? You're asking me to stab a child, a little boy. Can't you see how insane that is? It's not real, Keith. There is no devil, there is no God, there is only here and now and life. And that is something I would never take away from any man, certainly not my own son. If he won't, I will. 就在记者捡神器时，楼顶的工人踩到锤子，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照片上的白刺激的好电影。